种下了自由的种子，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带走了故乡的尘土，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前路漫长，却不离不弃，风沙吹我脸颊，越痛越向前而去，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任水送走这别离，待我归来时再拥抱你。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奔跑迎接着风雨，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这边。齐小姐啊，我发现您最近都变了，哪变了？这天天乐呵呵的，是吗？啊，扶梅战役结束了，西北算是大势已定了。但是还是得响应特务，反德工作的方式方法也要做出相应调整。我知道，我们已经抓获了一批特务，正在加紧审讯呢，争取以此为突破口，短时间内向特务全都肃清。好，要想让西安城内的老百姓啊生活安定，咱们都得共同努力。明白。小醉儿，进了城了，接下来啥打算啊？我听组织安排。哎呀，你呀一直在剧团工作，我看你就去找秦市长报个到，陪着他到咱西安的各大剧社走走转转，搞搞调研，尤其是那个艺术社。好啊，习书记，我还真想去艺术社看看，去学习学习。好。哎呀，你们俩都到西安了，以后啊，这同志之间就要相互帮助，相互关心，要常来常往，深入了解啊。憨柱一直都还挺关心我的。哦，那就好。这样，你看今天啊，难得有个空，你们也不用陪着我了，你呀，带着人家巧翠到处走走转转，去。哎，季书记，不行啊，这特务还没肃清呢，我得保证您的安全。我用你保护我，真是有他俩呢，你去，快，带着人家走走转转看看啊！哎，走了，哎，那走吧。哇！诸位同仁，先把手里的活停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西安市的副市长秦木兰同志，大家欢迎。您请。大家好啊，我是秦木兰。哦，我介绍一下啊，跟我一起来的是我们81剧团的演员刘巧翠同志。我们俩呀，今天是受了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委托，到这儿呢来做个调研。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啊。
我一进咱们这个艺俗社呀，感受最深的，还是24年鲁迅先生写的这4个字：古调独谈。这是咱们艺俗社的光荣传统，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所以我在想，为了咱们艺俗社以后能够越办越好，我们当下呀应该多排一些新戏，多唱一些新戏。秦同志，这话外行了吧？我们艺俗社自从成立，就是写新戏、唱新戏的。文山殉国、双井一、3滴血，那都是我们编创的新戏。现在还用得着再写新戏吗？这位同志，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说的这个新戏啊，跟咱们大家伙平常唱的这个新戏啊，还不太是一个概念。现在这革命形势发展得非常快，日新月异，大西北解放也指日可待。我想呢，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多排出一些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这样的文艺作品，应该多排一些给大家看。秦副市长，我觉得您说的对，新社会了，就是要唱点新戏。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明天试着改2段，您给瞅瞅，保冠您满意。你这不还唱的关公吗？乔翠同志，我这可不是关公啊！你这不是关公是谁啊？我是司令呀。这位同志，你说你这扮演的是谁？司令，解放军的司令。领导，那我这还上去唱吗？请问你扮演的是谁呀？穆家军中参谋长啊。说心里话啊，你们改编的这个角度啊，还是挺有特点的。只是吧，我说2句哈。这个新戏啊，它不能这么改。你们看，其实这改来改去的，它还是古代戏。我说的这个新戏是什么呢？是能够表现咱们新社会、新生活的现代戏，不是古代戏。洗手间。走，回屋。哎呀，这玩啥呢？哎呀，这脑袋瓜子长的啊！
哎呦呦呦！叔，做饭呢？哦，家里有几口人啊5口人嘛。 5口。5口人都住这儿？啊，不住鹅的，住阿达嘛。就这刮个风下个雨，不都漏进来了？就是的嘛，这刮风下雨，他一般1个月啊就得修3回呢嘛。小伙子，这砖哪搬来的？这，坐城墙边上吧。城墙边上啊？你这扒的城墙砖啊？啊？这城墙砖咋能瞎扒嘛？组长，住手！住手！住手！哎，大家都住手！住手！别搬了！住手！住手！停下！停下！都停下！停下！停下！你们干啥呢？谁让你们扒的城墙啊？同志，这不是解放了吗？到处都在搞建设，我们厂要盖厂房，缺砖头。你看这城墙上，全都是砖。我们厂领导让我们过来拉几车。你是哪个厂的？你们领导是谁啊？哎，你这人奇怪的很，你咋还管着管？你管我们领导谁？你管我是哪个厂的？你谁嘛？这是咱们西北局的习书记。西北局？西北局啥单位不知道？同志们，赶紧干活！不能动，都不能动！我跟你说，你不管我是谁，谁也不能扒城墙，谁也不能把这些砖搬走。放下！乡长们，这城墙是老祖宗给咱留下来的宝贝，可不敢扒。听明白没有？明白。紧急召集大家开个会，2个议题。一个是咱们现在西安城里啊，有很多棚户区。那么这里面究竟住了多少人？你们统计过吗？大约几万人吧，我们正在统计。这么多的老百姓，连个遮风挡雨的房子都没有，我们得高度重视。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看看下一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马上制定方案。再一个呢，就是城墙的问题。这2天呢，我出去转了转，发现很多没有房子住的老百姓啊，拉着车，在那儿拆城墙、扒墙砖。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习书记，关于城墙的事情，我做了一些了解。目前呢，我们没有专门的单位去管理城墙，所以老百姓自己家里盖个房啊、垒个墙，他们就都会自己去到城墙那儿去扒那个砖，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我是这么想的啊，现在全国都刮起了一阵拆墙风，到处都在拆。与其这样的话，那不如我们自己组织人，在安全、有规划的前提下，把城墙拆掉，以防后患。秦市长，这城墙可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啊！要把它拆了，这西安咋还叫个
历史名都啊。您的意思是？大家什么意见，都发表一下吧。习书记，城墙是封建的糟粕，是封建的象征。咱们现在要发展工业，不就应该拆了城墙，去搞建设吗？我反对拆。这是一座饱经了战争、饥荒和朝代兴衰的城墙，是现在我们与历史联系的纽带桥梁，也是西安这座古老城市的历史文化标识。怎么能拆呢？我倒认为啊，应该拆掉。现在的城墙确实阻碍交通的发展，包括钟楼、鼓楼，如果都拆掉，市区的交通会非常的畅通。你是交通部门的负责人吧？是的，习书记。我反对拆城墙。西安正因为有城墙，才是西安，才是长安。如果拆了，会被后世子孙耻笑的。是啊，我们做任何事情啊，都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嘛。头部同志啊，哎，你是西安市的市长，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习书记，咱们西安解放了，大家呢都很急迫的想把咱们西安建设好。从城市交通、工业发展，从这些角度来看，拆掉城墙也不应该算错。当然，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咱们要讲科学，不能急功近利。头部同志啊，我要提醒你们西安市委市政府，西安是世界的历史古都，我们的根在这儿，脉也在这儿。这是今天啊，我从现场啊拿回来的一块砖。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了解，咱西安城墙每一块砖上都记载着，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村子，什么人做出来的。这是什么？这是历史，这就是文化。你们都说要加快城市发展、工业建设，你告诉我，我们现在哪有那么多的工业建设需求？依我看，不仅这城墙不能拆，钟楼、鼓楼、碑林、大雁塔、小雁塔，还有上千年的寺庙古刹都不能拆。不仅不能拆，我们还得好好的把它们都保护起来。我们应该一起努力，守护好我们中华民族的根脉。头部同志，习书记，我建议啊，你们应该尽快拿出一个保护城墙的措施，拿出一个计划来。马上我们就制定一个方案，先把城墙保护起来。忠贤，愿你与我常作伴，牵郎这呀并赞，有心的配英雄汉服斗绣，翻上来。江山，眼睛要看前方，眼睛要有神，看前面。哎，对。再滑。
我看看。对，这个膀子要抬起来啊，这个地方要这样，在这里，对，这个地方抬起来。易抹云老师，哎，秦副市长辛苦了。哎，您别客气。秦副市长，哎，跟您说个好消息哦，我跟翠花已经正式拜易抹云老师为师了。真的？真的。你看看易抹云老师，行家一出手，真的好看啊！你们一定得好好学，知不知道？嗯。秦副市长，我们艺俗社要和八一剧团联拍一出戏，叫《保卫和平》。哦，保卫和平啊！我知道这出戏好看，好着呢。太好了，这回啊，不光是我们巧翠有机会跟你们讨教，我们八一剧团所有的演员都有机会向你们讨教。哎呀，也请各位老师们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啊！好。真好。明天排练的事儿已经定好了吧？定好了，安排了。嗯。哎，来了吧？秦书记，赵书记，哎，秦书记，哎，来，秦书记这边，来。秦书记，我介绍一下，这就是咱们艺俗社当红名角易抹云。易抹云同志，你好啊！秦书记您好，哎呀，您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啊！感谢您对我们艺俗社的关心。你易抹云的大名，那才真的是如雷贯耳啊！你演的《玉堂春》《三滴血》《五点坡》，在咱三秦大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也是你的戏迷啊！哟，谢谢。我知道，咱们艺俗社，民国初年就建成了，经历过护法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可以说是经过战争洗礼的。而咱们秦腔呢，又是以梆为板，乐琴应之，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所以啊，咱们大家一定要把秦腔好好的宣传传承下去。好。秦市长，哎，这横幅这样写，有些不妥吧？你说。对于那些嫡产，我们可以用接管。但是艺俗社，这是我们进步文艺团体，我们是不是用接办，而不是接管？也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把艺俗社接过来继续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大家说对不对？对。哎呀，一字之差啊，意思全然不同啊。是啊，秦书记，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们改，马上就改。这艺俗社呀，在社会上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是。所以呢，要想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就得跟人家交朋友。这艺术上的事儿，我们就得多听人家专业人士的意见。没错。好。何总，何总，哎，来，被敌人炸毁的公路已经派出了工兵，物资补给也已经动员了陇东和陕北的乡亲们进行支援。哎呀，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坐。今天找你来是要跟你说另一个事情的。什么事？郑学，你擅长统战工作，接下来这个工作，非得你去不可呢。什么工作？你说吧。
主席来电了，要把对西藏的部分工作交给我们西北局。西藏的工作嘛，首要的这就是班禅，保护在青海班禅大师的安全，为尽早的解放西藏做好工作。你也知道，接下来嘛，我这就要带着部队进军兰州。兰州啊，这可是青马的大本营。我担心一旦打起来，马步芳随时都有可能逃回他的老窝青海。这样的话，对班禅大师的安全可就构成了威胁。彭老总的意思是他在前线打仗，仲勋，保护班禅的任务就要拜托你喽。那这样的话，我就马上联系咱们兰州的秘密组织，派咱们负责统战工作的范明同志迅速去塔尔寺接洽，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哎呀，仲勋，统战工作呀，要的是耐心，要做到润物细无声啊。明白，彭总考虑的周到。那咱们就兵分两路，我在兰州等着你。兰州见。兰州见。习书记，范明，来，快坐。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已经前往青海塔尔寺去主持实施班禅的坐床典礼。看来这是要挟持班禅大师去台湾啊！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国民党已经在青海玉树修整飞机场了。我和彭总决定啊，派你和青海省统战部长周仁山同志去做班禅的工作，宣传我们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好，我马上动身去青海。统战工作，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这担子不轻啊！记住，动作一定要快，必须阻止他们。彭总也说了，完不成任务或者出现纰漏，打你范明板子。我呢又加了一条，劝不回班禅，你就不用回来了。请书记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这次李宗仁代总统特别委派我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大典，也就是说，从此之后，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缺席兼赞，就被国民政府正式确认了。国民政府及关长官全权执行，我党不胜感激。现在国内局势动荡，国民政府希望能够尽快的把班禅大师和诸位都顺利的护送到台湾，到了那里就安全了。我听说台湾总是下雨，又潮又热，而且没有黄教寺院，就怕佛爷不能够适应。共产党搞阶级斗争，他们是无神论者。我可以说句负责任的话，如果他们来了，班禅大师和诸位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国民政府也是出于对班禅大师的安危着想，你们不能留在这里。这是一件大事儿，我们堪布厅的官员还决定不了，最终还得请佛爷来决定。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说实话，班禅大师年纪还小，真正的决策权还是在你们这里。你看，李宗仁代总统虽然事务那么繁忙，还委托我等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主持了班禅大师的坐床仪式。你看，谁是真正的朋友，
你们心里应该清楚了，一定要尽早做个决断。老四，关长官，对不起，我失陪一下。哦，好好，啊，请便。了解。我想知道你们在商量什么事情。国民政府方面希望我们尽快决定去台湾的事情。你们商量什么事情要经过我的同意，这件事情过几天再说吧。罗斯，一定跟您商量之后再做决定。1949年8月26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向兰州发起总攻，歼敌27000余人，消灭了马步芳集团的主力，兰州解放。9月5日，西宁解放。黄思念，你是我们拉木浪的主心骨啊，我们都听你的，你说打就打。共产党对我们那可是心狠手辣。王司令，我们这些部落这些年都是在你的关照下，我们都听你的。你也是国民政府的少将，更是我们甘南藏民的领袖，你就下命令吧。对，下命令吧。我们可以给蒋委员长发电报，让国民政府给我们发枪，跟共产党干。对，跟共产党干。司令，司令，您既是拉布楞保安司令，又是加木样活佛的哥哥，您的一举一动关系着整个甘南藏民的安危，您要三思啊！你们都要跟共产党打。共产党现在就在兰州，谁带上自己的部落，杀过去。我们甘南中部落当年赶走了马步芳，今天就要面对共产党了。司令，你们下去准备吧，听我的命令。走吧，走吧，走吧。子枫，你是拉普楞司令部的副司令。共产党已经占领了甘肃大部分，兵临城下。你是个什么态度？司令，大势所趋啊，我们打得过吗？国民党中央军几百万都输给共产党了，而且我听说，共产党对于少数民族，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我问你，你是不是能够联系上共产党？司令，我想想办法。我们外有匹快马，你去跟他们谈吧。但是我有2个条件：第一，在甘南的牧区，先不能流通共产党的纸币，继续流通银元宝和银元；第二，我们牧区的藏民不缴枪，我们要继续保留我们的枪支。司令，
这两个条件恐怕是不行。你去跟他们谈吧。如果这两个条件答应我呢，我就率部起义；不答应，我也没有办法向诸位头人交代。司令，这件事情我觉得，子峰，我也想看看共产党到底对咱们能不能真诚对待。好。同志们，现在黄正清同意率部起义，但提出了2个条件，一个是不使用我们的纸币，另一个是保留枪支。银元跟枪都要保留，这算哪门子的率部起义吗？在牧区继续使用银元，这事儿不行。社会的稳定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稳定，要想经济稳定，就要有统一的金融体系，统一币种。是啊，如果答应了这条，那我们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会很难做的。那我想先问一句啊，这个黄正清，他现在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敌人？说不上是朋友，也谈不上是敌人，只能说是我们要团结的对象。好，那大家对这个我们要团结的对象有了解多少呢？我介绍一下情况啊，黄正清是藏族，藏名叫罗桑泽旺，是武士加米养活佛的哥哥，是拉卜楞寺的保安司令。之前马齐、马步芳父子在甘南夏河一带横征暴敛，黄正清组织了一支由甘青藏民为主的武装力量，对抗马家军势力。还有一点啊，在全国抗战爆发的时候，他动员所有的藏族同胞给抗日前线捐款捐物，并且捐了30架飞机啊。30架飞机？是啊。所以从他这个做法就足以说明，这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所以我倒是认为啊，我们可以考虑答应他这2个条件。我不同意，习书记，我承认黄正清具有爱国情怀，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同意他保留枪支的条件啊。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条件？甘南夏河一带啊，是牧区，时常有野兽出现，所以家家户户购置枪支啊，主要是为了打野兽、防野兽，这是他们的实际需求嘛。再说了，购买一支枪支就要300-400银元，如果我们突然要求他们全部上缴枪支，这就是要他们的命啊。道理是这样。可是习书记啊，这可是原则问题啊！这么多支枪，一旦聚集起来，那就是一支骑兵部队。万一发生了叛乱，后果不堪设想。会不会出现叛乱，不在于有没有枪，不能让人家心悦诚服，没有枪也会出现叛乱。这就像汽车会不会压死人啊？会吗？那难道说，为了防止汽车撞人，就不让人开车了吗？我们要想真心诚意的跟人家交朋友，那就得以心比心，以心换心，才能让人家信服嘛。再说回银元流通，牧区啊，交通闭塞，再加上刚刚解放，牧区的老百姓
恐怕一时之间很难相信纸币啊。不相信就不敢用，不敢用，那就等于没有流通嘛。徐书记，银元的继续流通，只能让市场更加混乱，让人民币更难以树立威信。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捍卫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尽量让商店早日的开门营业，保障市场的稳定供给。也不是说要答应他们长久的使用银元嘛，只是让他们短暂的继续流通，给他们一个过渡期，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嘛。好了，这个事情啊，我们不讨论了，啊，我看啊，就这么定了。我们可以先答应他这2个条件，同时呢，我也会上报中央，出了什么问题我来负责。范明同志啊，告诉他们代表，答应同意他这2个条件，把我们的诚意他们带过去。是。大家还有哪方面的问题？徐书记啊，兰州现在解放了，但是有不少同志提出啊，要把西北大厦和凯士林西菜馆都关掉。关掉？为啥要关掉？是这样，抗战期间很多的对外机构都设在这儿，包括是国民党的空军招待所，还有美军也在这个地方开过圣诞舞会，所以就有不少同志认为啊，这些西菜馆那就是资产阶级的遗产，那就应该把它关掉。哦，吃中餐是革命的，吃西菜就是资产阶级，不能这么简单的划等号嘛。吃饭就是吃饭，只有好吃和不好吃的区分，啊，上升不到这个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啊。群众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力所能及的保证好日常供应。兰州回到人民手中了，老百姓想去吃个西菜反而吃不到了，这就对吗？管理不能一刀切嘛，一刀切倒是简单，做起来也是最容易的，把什么都搞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很清爽。可是关键的是你们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啊！我的意见啊，不能关，不仅不能关，而且要帮助他们办好，还不能干涉他们的管理，要去真正做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明白。还有没有问题？季风和暴雨结成知己，然后把生命交给企鹅的土地。镰刀与锤头结成兄弟，然后把生命交给血染的红旗。与信仰相遇，找回生命的远近，不懈崎岖，寻觅真理，为强者点击血色红旗，将信念磨砺，撕下火